我就问，何以提到姚公鹤事情如此严重？他说，词源编辑成功，全书已经排好复印了，印出样章，将一字向下的字汇全部刊在样章之内，分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5种版本，郑重地发出预约广告。当时全国学术界欢欣接受，纷纷预约。哪知道姚公鹤的长兄姚尔泰穷数月之力，将一字向下的字汇指出了许多错误，说这不是词源，距源甚远。他另外编辑了几万字，抄成一本精致的样本，由姚公鹤送到商务印书馆。这件事商务方面大大的紧张起来，总编辑陆尔奎认为面目无光。后来幸亏商务的编辑都是常州人，由庄于出面同姚公鹤商谈，延请姚尔泰为馆外编辑员，只支薪水，不用到馆办公，而且第一次还另送笔金4000元，才把这件公案了结。所以陆尔奎对姚公鹤也没有好感。如此推想，你的书总是凶多吉少。我们两人商议之下，将来稿件交出时，唯有多留一个副本，预备他们搁置不出版时，再做一稿重编的准备。本来我写稿写好了，一定先请人抄得整整齐齐，再行修改，向例如此，所以雇了一个抄写员专做这项工作。这回全书要320万字，原定一稿2、3次，自己的抄写员应付不了这项繁重的工作。我知道满庭坊有一个地方是专写石印书的，里面人才济济，抄得最工整，每1000字计费大洋3角，次等的为2角，再次等的为1角。我因为不需要印石印，说明只要1000字抄费1角钱的接洽妥当之后，几个人开始为我抄写，那么一稿也不成问题，录副本也不成问题了。现在想来，文人真是很辛苦，写石印的人都是些老先生，进过学或者考过小考，所以都写得一手工整的小楷，成千成万字是一个模样的。可怜他们最高的抄工，每1000字只收3角钱，百无一用是书生，不胜慨叹之至。我想到词源2个字是郑孝胥写的，笔力雄浑，气势磅礴，因此我想我的《中国药学大词典》也应该请他题签。我到商务印书馆去访问了3次，他都不在。原来他每星期3不过到馆2、3小时，看看书，写字就走了。一天给我撞到了他，我就请他题字。他知道我的词典已经签约，他操着福建音的国语说，你这部书还要几年后才出版，现在写书签似乎太早了。我听了这话，觉得话中另有别音，就去问黄景完。黄景完告诉我，郑孝胥经常闹穷，以写字为生，你不如到他家里去，照他的润格，送他一些钱，那就可以办到了。郑孝胥住在南阳路（今南阳路）一间住宅中，我去访时，他自己开门，一见是我，他就说是不是要我写字？我说是的。到他的书房，只见桌面玻璃底下压着8个字：亲友求书，盖照润历。于是我就按着润历，题书签是1元，我就拿出1块钱来，正是微有不韵之色，并说，你不如多写一些，我今天可以当场交卷。我说很好。看他的润历，历轴2尺是5元，5尺中堂是12元，我全数照付，请他写1幅单款中堂，1幅历轴，1条书签，共计大洋18元，墨是老早磨好的。片刻之间，他操着狼毫笔全部写好。后来正式到伪满洲国当总理，
还和末代帝王宣统结了一门姻亲。等到我这本《中国药学大辞典》正式出版之时，正式题的书签碍于形式，破的放弃，后来改请吴志辉老先生题签。郑孝胥写的一见中堂，在敌伪时期，有人求我出让，我爱他的字，但不爱他的为人，结果以黄金1条，即10两，脱手，只有一幅立轴带到香港，因为有他所写存人大兄的上款，不妨留作纪念。郑孝胥，1860至1938，字苏堪，号海藏，福建省闽后县人。郑孝胥早年中举，历任广西边防大臣、安徽、广东按察使、湖南布政使等。郑孝胥曾参与戊戌变法，与唐才常有过交往。立宪运动时期，郑孝胥也曾经参加上海商务印书馆、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等，曾任为满洲国总理，对楷书颇有研究。我为了拍摄药物标本，特地与林雪怀合开了一家雪怀照相馆，为了彩色图画，特地请了4个会写生的人，经年累月的工作。帮我编辑的人请了游学周、吴善庆等4位同学，我自己每天规定写2000字，修改的时间花得更多。我还有4个学生为我到16铺药行街去借用药物来写生。至于整株药物的标本，我另外委托产地的同学代我搜集，一位四川同学替我搜的最多。可是中原几省的产品搜集最困难，因为我慎慎重重地写信委托同学们，而他们都借故推诿，亦无成就。为了此事，我后来还特地到齐州去过，因为那个地方是7省贩运药材的中心，要采整株标本，非走一次不可。正在忙着工作之时，商务印书馆来了一纸文书，说是一切合作完全作废。初时我待了2、3天，后来和丁福宝先生商量，他说：“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。商务部出版，尚有中华书局、世界书局等大机构，再不行的话，我用医学书局的名义为你出版。”于是我就不研究将来的出路问题，继续做我的工作。那时我年纪还轻，有时一晚只睡5小时，次日还是照常看病。远游蕲春，房里时募我为了编纂《中国药学大辞典》，知道全国药材的转运中心是在汉口，汉口的药材行都大得很，但是药材的汇集和贩卖自古以来是靠着长江的蕲州，民国之后改称蕲春县，距离汉口相当近。